继阿绿转学之后，第二个暗杀转校生也即将到校。因为总是下雨，沙老师这个章鱼身体很容易受潮膨胀。今天是班会时间，因为小瞧了阿绿，沙老师吃了不小的苦头，所以也不敢轻视即将到来的这位了。其实按照初期指令，两个转校生应该是同时投放的，一个负责远程射击，一个负责近身搏斗，两人合力干掉沙老师。不过因为两个原因，计划被废除了。一是因为他所需要的调整时间远超预想，二是阿绿的性能不足以协助对方，能一击穿透沙老师一根手指的阿绿，居然连给他打下手都不配。大家都好奇对方究竟是个怎么样的怪物。一片凝重气氛中，教室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一身白衣的神秘人，然后一伸手变出了只鸽子。他不是转校生，而是转校生的监护人，因为一身白，所以叫白先生。白先生给沙老师送了羊羹当见面礼，说转校生性格比较特别，他需要亲自介绍。一嗓子喊出去，好家伙，一个看起来就不太正常的白毛少年直接破墙而入。少年叫屈不赢，赤羽首先发现了不对，他是空手从外面进来的，现在外面在下着大雨，为什么他身上一点也没湿？阿英没有回答他，赤羽比他弱，他唯一感兴趣的只有看上去比他强的沙老师。沙老师直言他们的战力不在一个次元，但没想到阿英也从怀里掏出了羊羹，在一个次元的，因为他们是血脉相承的兄弟。这孩子话不多，但是句句爆雷，好家伙，兄弟！阿英撂下一句，放学之后一决胜负，就跟着白先生走了。他这一句话，教室里炸开了锅。兄弟是什么情况？沙老师也懵了，他也不知道啊，他可是独生子。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他们之间确实很像，一样的爱吃甜食，一样的没有表情，甚至对欧派的喜欢都一模一样。但如果是兄弟的话，为什么沙老师不认识对方呢？放学之后，沙老师和阿英的决斗开始了，大家用桌子围成了擂台。白先生定下了一个规则，一旦脚伸到擂台外，就马上处以死刑。虽然毫无道理，但是意外的对沙老师管用，因为一旦沙老师打破规矩，他在学生们之间的信誉就会下降。沙老师答应了，但他也有条件，就是不能让学生们受伤。比赛正式开始，白先生在发出暗杀指令的瞬间，沙老师的手臂应声而断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，不是因为沙老师，而是因为阿莹，她的头发变成了沙老师一样的触手，怪不得说阿莹是沙老师的兄弟。在看到触手的瞬间，沙老师的脸色大变，整只章鱼都变成了愤怒的黑色，质问他触手是从哪儿来的。白先生当然不会告诉他，甚至挑衅了一番沙老师。他从袖子里射出一道专门针对细胞的光线，沙老师的身体瞬间僵硬，而阿莹的触手趁机不断的砸向沙老师，霎时间烟尘滚滚，沙老师气喘吁吁的掉在天花板上，他连杀手锏蜕皮都被逼出来了。然而对方已经看穿了他的所有弱点，蜕皮加上触手再生，让沙老师消耗了大量能量，所以本体的速度会变慢。此时两人的性能相差无几，加上沙老师的精神状态不佳，以及白先生的场外支援，光线照射之下，沙老师的腿很快又被阿英切断，他彻底被逼入了绝境。这是一场完美无缺的暗杀计划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沙老师是真的会被杀死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看着沙老师的弱点被一个个暴露，一般的同学心中却升起了不甘。消耗了大量体力的沙老师已经精疲力尽了，但是面对胜券在握的白先生，他仍旧表现得游刃有余。他有一件事算漏了，阿莹的触手对着沙老师就是致命一击，然而下一秒他的白色触手突然碎了满地，原来是沙老师拿走了学生们特制的刀，同样是触手的话，那刀对他也同样生效。沙老师用褪血的皮裹住阿莹扔出教室，这下子踏出擂台范围的阿莹输了，是要被判死刑的。沙老师邀请阿莹来班里和大家一起学习，经验之差是性能永远计算不出来的，如果不好好学习的话是无法获胜的。沙老师没想到他的话却适得其反的激怒了对方，阿莹无法接受的就是听到别人说自己弱小，他的触手瞬间变成了黑色，整个人陷入了极端的暴走状态，不由分说的朝着沙老师扑来。然而下一秒他就被白先生用枪放倒了，而且白先生还不由分说的带走了阿莹。沙老师想要阻止，然而白先生全身都穿着对付他的纤维衣服，沙老师根本无法触碰。白先生和阿莹走后，同学们都对沙老师的真实身份非常好奇，以及沙老师看到触手之后为什么会那么生气。但是沙老师什么都没说，想知道真相的话只有一条道路，就是杀了他。他们是杀手，以枪和刀寻求答案，目标是老师，以自己的性命向他们发问。放学之后，学生们找上了吴坚，希望对方能教授自己更多的暗杀技巧。他们不想被其他的杀手领先，他们想亲手杀死老师，用自己的双手去追寻答案。暗杀教室的雨停了，炎热的夏天也到来了。一般的学生当然是没有泳池的，沙老师用河水给大家砌了个专属泳池，然而他本人却
其实不会游泳，而且触手吸水之后会变得膨胀迟钝，学生们都很开心。唯独四板对沙老师依旧心存恶意，他一直都看不上沙老师这个怪物，也看不上被怪物轻松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同学们。但是沙老师的魅力实在太大，就连他身边的2个好基友也相继沦陷。气不过的四板当即踹坏了沙老师制作的摩托模型，还掏出一瓶喷雾在教室里喷洒。赤羽嘲笑四板，要是不爽就杀了沙老师，搁这装什么装？四板想要教训一顿赤羽，反被对方捏着脸威胁了一番。深夜，四板趁着无人，将一箱不明液体倒入了后山的河里，然后从白先生的手中拿到了10万日元的报酬。他既不想成绩变好脱离一班，也没想过通过暗杀提高本领，他只想让他们杀了沙老师之后，让一班继续回到之前得过且过的日子。所以他选择和白先生合作。阿银看出四板虽然体格和蛮力很强，但却比赤羽弱得多，因为他眼里什么都没有。白先生让四板撒在教室的喷雾里含有类似于花粉的东西，能让沙老师不停地流粘液。四板按照吩咐约沙老师放学后在泳池决战。朝田敏锐地发现了四板的不对劲，四板对自己的计划很有信心，但是却对自己毫无信心。这种诡异的不协调感让他很不安。放学之后，四板将同学们都安排在水下，打算开始他的自杀计划。奇怪的是，他手里只有一把手枪，沙老师游刃有余，光凭这种东西可是杀不死他的。枪是白先生给四板说，一旦布置完毕之后就给他们发信号。然而谁都没想到，这把枪是发信器没错，但却是炸弹的发信器。四板一声枪响，早被安置在大坝上的炸弹被引爆，毫无防备站在水里的学生们瞬间被汹涌的水流淹没，前方就是瀑布，沙老师绝对会舍身搭救，而且为了同学们的身体一定会放慢速度，到时候触手就会因为吸收水分变得沉重。虽然说自带的粘液可以防水，但是沙老师的粘液已经流光了，而白先生就带着阿银在瀑布下方埋伏他，不惜牺牲学生们的性命也要干掉沙老师。我就知道这个白先生指定不是什么好鸟。等到赤羽姗姗来迟，只看到了空空如也的泳池和被吓傻了的四板，怎么和当初说好的不一样？四板忙着推卸责任，赤羽对着他就是一记人格修正拳。有时间推卸责任，不如想想自己该怎么办。沙老师赶在掉下瀑布之前救下了最后一个学生，但他自己也被埋伏好的阿银拉下了水。之前四板倒进水里的是让触手行动变缓的药物，再一次把沙老师逼入了绝境。四板不仅是二五仔，还是个典型的坏学生，因为从小块头大，所以经常欺负人，日子过得很舒服。但是来到这所学校之后，没人吃他这一套了，这里一切都是看成绩说话，一旦他沦落到最差的一班，就会成为全校的笑柄。他原本以为到了被淘汰的一班就能和一群不思进取的人一起混日子，却没想到突然出现了个沙老师，给全班定下了个巨大的目标，让没有任何目标计划，整天混吃等死的他被排除在外，还被其他人算计了一通。此时的沙老师完全被阿银压着打，白先生在带走阿银之后，又对他的触手进行了升级，而沙老师那边被暗算速度变慢，又为了顾及身后的同学而行动受限，眼看已经陷入劣势。终于醒悟的四板决定反击，他听从赤羽的指挥，脱下上衣去和阿银单挑，硬生生接下了阿银的一记触手之后，赤羽的计划开始了。因为四板穿的是和昨天一样的衬衫，所以他的衬衫上残留着让沙老师过敏的药物。之前说过，阿银是沙老师的同类，他们的弱点也相同。果然接触到药物之后的阿银也开始不停的打喷嚏，触手不断分泌出粘液。沙老师趁着空档救下了掉在悬崖上的同学，赤羽则指挥同学们一拥而上，对着阿银开始泼水。阿银的触手同样开始吸水膨胀，面对同学们的进攻，失去优势的阿银只好跟着白先生再次撤退。经过这次，四板成功融入了班级，但是高兴的大家都忽略了沙老师比水还重要的另一个弱点。